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尔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来》第3季第12集。这一集主要讲父亲和儿子的故事。便利店，快递小队在这买啤酒。莉拉说：“为什么我们不自己酿啤酒呢？以前在孤儿院，我每天都酿酒。”另一边，赫米斯的儿子小黑和教授的儿子小胖正在挨训，因为他们在学校的科学课堂上欺负了一个粘液怪的儿子，致使校长决定要开除他们。虽然是粘液怪儿子先扔掉他们的午餐，与此同时，快递小队已经来到厨房准备酿啤酒。弗赖和莉拉分别把水和啤酒花以及麦芽放进班德的身体里混合，然后班德再坐在灶台上将其煮沸。谁知刚煮着，赫米斯和教授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出现。原来他们想让快递小队给这2个小鬼做几个月的法定监护人。可在小胖看来，快递小队就是穿弹力裤、没穿裤和白痴。看他们还在酿啤酒，小黑更是表示酒精会使人变笨。莉拉说：“非也，这只是对未满21岁的小朋友来说，一旦过了21岁，酒精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。”说完，把2个小鬼赶了出去。小鬼们又只好来折腾教授。教授正在捣鼓自己的新发明，一个把别人声音变成他声音的装置。小黑问：“这装置有多大的可销售性？目标消费者是哪些人？”教授回答：“没有目标消费者，只有目标。如果你们不走，那将会是第一个目标。”就这样，小鬼们又来到赫米斯的办公室，并把这里也搞得一团糟。这时，班德体内的啤酒材料已经煮好了，莉拉往里面加发酵粉。班德见此，认为身体里会产生一个类似生命的东西，他觉得这感觉简直太美妙了。突然，教授打来电话，通知快递小队去执行一个紧急任务，把披萨饼送到宇宙边缘的狗巴星球。快递小队信以为真，可实际上这是2个小鬼用教授的变身装置来整蛊他们的。1周后，快递小队终于发现自己被整，他们从宇宙中回来，莉拉大发雷霆。弗赖说：“根本没有狗巴星球，枸杞星球就已经是宇宙的边缘。”但小鬼们仍然不知悔改，还告诉教授，快递小队在用公司的财产酿自己的酒。教授当然不相信文雅的班德会犯罪，所以他和赫米斯决定让2个小鬼自己去找份工作。小鬼们照做，还邀请父亲们参加自己公司的开幕式。没错，他们也开了一家快递公司，名字就叫贼拉好快递。却没有想到，刚开业，公司就被父亲给踢坏了。可就算如此，也有一个客户已经跟他们签约，他就是超新星日报。教授和赫米斯不以为然，认为2个人不过是在玩过家家。小黑不懂为什么大人老是觉得小孩都没有能力，所以为了给他们一点颜色，2个小鬼用2毛5分钱买了制作玩具笨笨车的材料。班德体内的啤酒越来越膨胀，他已经给他们取好名字，如果是淡色啤酒就叫班德色，如果是熟啤酒就叫班德红。此时小鬼们已经制作好笨笨车，恰好报纸也送来了，于是他们立即开始工作。教授和赫米斯挥挥手告别，来到枫叶环形山，小黑向小王子扔出第1份报纸。虽然工作的过程有点辛苦，但很快2人就成为本周的最佳送报男孩。比起星际快递公司的生意不好，他们还有超过100万的客户和一大车的钞票。不过父亲们依然没有表扬2个小鬼，使得小鬼们愈加不服气。而看儿子在和自己争饭碗并取得成功，教授和赫米斯感到很羞耻，因此他们要求快递小队为公司创造800%的利润。结果由于贼拉快公司出的薪水比较高，快递小队已经被2个小鬼拉拢，现在他们是送报员。不仅如此，小鬼们还要接管星际快递公司。3年前，教授为了逃税，已经宣布自己去世了。从法律上讲，小胖有权继承他的公司和飞船，也就是说，星际快递将是贼拉好快递，飞船也焕然一新，喷上了贼拉好的标志，就连100万份报纸也折好装订。可怜的教授和赫米斯只好离开公司，真是风水轮流转。班德体内的啤酒总算发酵成功，他将他们排了出来。接生员弗赖告诉他是淡色啤酒，大约共有22.7升。可还没来得及高兴，2个小鬼却命令快递小队在1个小时内送完100万份报纸。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催报纸的电话络绎不绝。而赫米斯和教授其实并不是不想表扬小鬼们，也不是嫉妒小鬼们，他们只是没有想到孩子们这么快就要长大，害怕孩子们再也不需要爸爸。事实上，孩子们怎么可能会不需要爸爸呢？由于没法按时送完所有报纸，2个小鬼把剩下的报纸扔进月球的一个陨石坑里，从而导致没拿到报纸的人对他们大喊大叫。他们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向爸爸哭诉。一直以来，他们做的所有都是想让父亲为自己骄傲。如今，父亲的确为他们骄傲，并打算和他们一起摆脱困境。后来，有了教授和赫米斯的帮助，100万份报纸很快被送完。除了那份被送往粘液怪家中的报纸，这令2个小鬼十分惊恐，因为他们上周打烂了他家的玻璃。赫米斯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只需要向他道歉就可以了。”接着，带着小鬼们来到了粘液怪家，但即使小黑和小胖乖乖道歉，粘液怪也不打算接受他们的道歉。赫米斯和教授想为孩子讨回公道，却反而被粘液怪打得住进医院。最后，粘液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带着孩子们前来道歉。教授和赫米斯接受他的道歉，正好这时班德送来自己的啤酒，几个大男人愉快畅饮。
小时候，父亲是超人，有宽厚的肩膀，有力的手臂，好像只要有父亲在，天塌下来都不怕。长大后，父亲是小孩，超人变成了自己，看着父亲花白的鬓角，才知道原来超人也会老，也会孤单，也会害怕。但即使是这样，每个父亲依然希望自己永远是孩子的英雄，就算孩子已经长大，已经不再需要自己。在教授和赫米斯眼里，孩子永远是孩子，不管他们挣再多钱，有多出名，依然是会在他们怀里撒娇的乖孩子。可在孩子眼中，这是看不起自己的做法。他们之所以努力，只是想让父亲为自己骄傲，结果父亲并没有。实际上，父亲害怕他们越来越成功，而越来越不需要自己，从被需要到不被需要，其中积累了多少失望和无助。所以，纵使再成功，也不要让父母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